官方媒体确认，腾云空天飞机首飞成功。而这项技术呢，曾被美国人认为是违反物理学规律，这是怎么回事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第7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官方媒体首次透露，腾云工程已经成功首飞。所谓腾云工程，就是腾云空天飞机研制项目。那么腾云空天飞机由下面级运载器和上面级轨道器一共2级组成。运载器呢，搭载液体火箭冲压组合式循环发动机。最开始先启动带有增压装置的火箭发动机，通过水平滑逃起飞的方式，将运载器和上面级的轨道器送到10000米以上高空，然后呢，继续将其飞行速度加速到3马赫左右。在此状态下，启动冲压发动机，以亚音速燃烧冲压模式继续爬升，使它的速度呢进一步提高到5马赫。在此之后，切换成超燃冲压模式，让该平台进一步爬升到亚轨道，并加速到15马赫以上。轨道器与运载器在高空高速状态下实时分离，并启动运载器自带的火箭发动机，继续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 7.9 公里的速度，并且呢进入预定轨道。这种发射方式相比于火箭或者航天飞机发射方式的最大不同是，运载器、轨道器均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们采取的是水平起降的方式，而不是垂直发射的方式，因此能够大大的降低使用成本。那么中国未来的太空战略是开发地月空间的经济区，其关键是在2040年左右呢，建成高可靠、低成本、航班化的航天运输系统。那么中国专家设想的是建立一套类似于公交系统的分阶段运输地月空间运输体系，它可以分为近地轨道运输系统、地月转移运输系统和月面起飞与着陆运输系统。腾云空天飞机正是解决近地轨道运输的核心项目，为中国下一步建立大型太空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腾云空天飞机和一般概念上我们所理解的航天飞机不是一码事儿，因为空天飞机是始终带有动力的，它能够水平起飞、水平降落，而航天飞机呢，是由运载火箭垂直发射升空，然后采取滑降的方式降落在机场上。那么它在滑降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着陆只有一次机会。而腾云空天飞机，它将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之后，可以依靠自身的动力装置以及气动翼面，从而使之能够安全地降落在大型机场上，以备下次使用。因此它的经济效益以及重复使用的这个能力呢，要比过去有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空天飞机最复杂的技术其实不在它的外形，而是在动力装置。它是采用一款比较复杂的新型的火箭动力装置，而这个火箭动力装置和过去概念上的火箭发动机不一样，它应该有增压装置，从而能够利用大气层的氧气为它助燃，因此机体可以做得比较小，起飞重量呢也可以相应降低。那么它搭载的轨道器所用的动力装置是纯粹的火箭发动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二者分离的时候，它们的高度已经接近于近地轨道的高度了，而且飞行速度呢已经能够达到音速的15倍左右。这个分离呢应该说也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其实此类方案过去苏联、美国以及英国、德国都提出过，而且也都搞过相应的研究，最终全部下马。美国的一些媒体认为采用水平起降的方式将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它的难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动力的装置问题怎么解决攻克；第二，抗高温的问题你必须面对；第三，两个飞行器，也就是运载器和轨道器，在高空高速状态下实现分离是不安全的，
而且呢，违背了所谓的物理规律，因此在这个样状态下，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事故。那么美国媒体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我认为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只不过呢，美国搞了很长时间这方面的研究和实验，最终呢不成功，项目下马，因此他们认为别人也搞不成。那么通过目前我们腾云空天飞机的初步试验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我们正在向这个方向挺进，而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用水平起降的空天飞机，搭载着轨道器，在超高空、超高速的状态下将其送入近地轨道，这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航空航天技术的实力，从而呢为今后空间站的建设以及月球地面试验站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